欢迎来到这次的深度解析。说真的啊，如果2026年6月的系统更新是一场大灾难，那7月发生的事，哇，那简直就是一场数位版的庞贝城翻车现场啊！首先，让我们回到事件的起点——漏洞火山大爆发。就在2026年7月，单1个月的漏洞修补总数正式冲破了1000个的大关。这完全显示了我们正面临一种规模空前，甚至让人有点窒息的超庞大修补压力。微软自家占了622个，而 Chromium 引擎占了428个。为什么会突然爆量？一方面，微软内部动用了高度成熟的 AI 审计系统，对旧有程式码进行地毯式扫描。但另一方面呢，全球骇客也没闲着，他们用同样强大的 AI 算力，透过模糊测试疯狂淘金。漏洞的产出速度就这样直接从以前的人肉零售跨入到 AI 批发的时代了。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是一位 MIS， 一大早进办公室，手里还拿着咖啡，一开机，微软直接在你面前摊开一条长达1000公尺的无上限buffet菜单。这菜单里有什么？有动到系统最深处的 Ring Zero Windows 核心漏洞，有隔空就能绕过的 Hyper-V 虚拟化漏洞，不断漏水的最核心 TCP/IP 网络堆叠，还有正中央那座冒着黑烟的 Chromium 漏洞巧克力火山。更要命的是什么？微软下达通牒，要求你最好在3天内把 Windows 安全更新装完。你破胚在短短3天内硬吞下光是 Win11就高达570个修正的巨型大补丸，但你心里根本没底，完全不知道伺服器吞下去后还能不能活着开机。以前呢，微软会乖乖给你一份超级详细的清单，列出每个 CVE 漏洞的技术描述、受影响的元件，还有潜在风险。这可是资安团队决定修补顺序的唯一配方表但现在的新做法呢，直接打破了几十年的标准流程，因为要修的菜色实在太多了。微软现在只丢给你一张冷冰冰的产品漏洞统计表，随便附上几个特别关注的 CVE， 搞成这样，企业内部的合规性评估瞬间就像被蒙住眼睛一样，陷入盲目摸黑的灾难。官方其实也很无奈，因为 AI 工具几天内就能扫出几百个补丁，人类工程师根本来不及为每一个漏洞写出详细的技术文件。我们本来指望 AI 来帮忙提升安全效率，结果嘞，反而把我们推入了一个有洞就补，不要发问，也别期待你能看懂的黑盒子时代。那盲目吞下这些成分不明的补丁会怎样？最关键的点在于，软体工程有一条铁律，任何程式码的变动都有可能引发非预期的副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功能倒退。当你在单月强行塞进上千个根本没经过充分测试的核心补丁时，程式码之间发生逻辑冲突的几率是呈现指数级狂飙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修改记忆体释放的补丁刚好跟另一个限制记忆体存取的补丁在高并发的情况下撞在一起，系统就会直接死结，然后赏你一个经典的蓝底白字宕机画面。这绝对不是我们在纸上谈兵。2026年7月16日，微软发布更新不到24小时，现世报就来了。第0小时 KB5101650 累积更新发布，到了第12小时，全球搭载 Intel 处理器的 Dell 电脑开始自动更新，结果到了第24小时，轰，爆发了超严重的效能雪崩、过热，还有一整片的集体蓝屏当机，逼得微软只好紧急踩刹车，暂停发送。原因就是新补丁跟 Intel 驱动程式在底层逻辑互掐了。这种连续的药物过量，讲白了，就是在酝酿下一场类似 CrowdStrike 那种级别的全球大宕机。在前面那些夸张的数字背后，其实隐藏着软体工程上超级荒谬的结构性反差。你看，一边是 Windows NT 核心，这是一头背负了33年历史包袱的重工业大象，结构复杂到不行，7月爆出了416个漏洞。但另一边呢 ，Chromium 引擎这只年轻的数位蚂蚁，本质上就只是一个用来渲染网页的轻量级编译器而已。结果它居然爆出了428个漏洞，没开玩笑，一只蚂蚁翻车的次数居然比整头大象还要多。为什么这只年轻的蚂蚁漏水漏得比百年老屋还要夸张？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
Chrome 的 V8 JavaScript 引擎为了追求极限的复读，做了超多激进的记忆体预测跟即时编译，这在 AI 骇客眼里满满都是类型混淆的完美破口。第二，它市占率实在太高了，全球超过80%的浏览器都在用。第三，现在超多地端软体，像是大家每天用的 Discord、VS Code、Slack， 通通是用 Electron 框架包着 Chrome 在跑。对骇客来说，在这里挖到一个洞的投资报酬率真的是高的吓人。我们接着来看，科技巨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底是用什么魔法把补丁写出来的？残酷的现实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魔法，也没有时间去进行根本的架构重构，而是使用了超粗暴的条件式交代。巨头们的解法其实就只是一行简单的 if else。如果输入路径包含敏感字串，就拒绝存取，否则就照旧执行。这就像一栋大楼地基在漏水，工程师不去拆楼重盖，他只是在漏水的地方加装一个 if 判断式，水来了就拿块抹布塞住。他们根本没解决底层结构的问题，只是在门口多设了一个临时检查哨而已。而这正好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系统会越来越不稳定。这种交代逻辑有3大致命的后遗症。第一是效能雪崩，每个封包过来都得先经过几百个 if 检查，导致资料库和网络速度莫名其妙的缩水。第二是逻辑互掐，交代跟交代之间在高并发的情况下产生死结，直接赏你蓝屏当机。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一点，这根本就是可私式交代嘛，骇客根本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新架构，他只要稍微微调一下工具手法，绕过那个特定的 if 条件就好了。就在微软猛力砸出千大补丁不到24小时内，一个名叫 Chaotic Eclipse 的孤狼骇客准时推出了他的最新力作 Legacy Hive。这是一个直接针对 Windows 使用者设定档服务的零日漏洞，它利用老旧服务本身的逻辑缺陷，让攻击者能够强行在记忆体中载入任何登录档区块，直接在系统内部进行本地权限提升，瞬间劫持最高权限。这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证明了，不管你贴了多少 AI 生成的防漏胶带，只要历史遗留的逻辑破口还在那边，骇客轻而易举就能突破你的防线。把企业最重要的业务连续性寄托在这种每个月都得盲目吞下1000颗连副作用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药丸系统上，我们是不是只是在玩一场注定会输的俄罗斯轮盘？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我们下次见。